欢迎来到 Nguyen TV 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说回王一博，今年是他作为演员曝光频繁、话题度极高的一年。年初的贺岁档影片《无名》，作为成尔导演的一部非常风格化的谍战片，王一博出演的地下党员就是一个十分值得玩味的角色。五一档的《长空之王》作为一部主旋律大片，也向观众展示了充满了壮志激情和奉献牺牲精神的试飞员这一光荣的职业。前者在非线性的碎片化叙事中，拼出了一个复杂多面、身负秘密的地下党形象，人物形象的演绎也由于导演对作品的重新剪辑修改，确实呈现出了某种割裂。后者则是一个具有成长性和人物弧光的青年试飞员，从自负才华、不守规矩，到逐渐从前辈的牺牲中学习领悟到了这个职业真正的意义。作为演员的王一博，在这两个相对有一定发挥空间的角色中，获得了一些成长，尤其是获得了粉丝的高度认可，但在与同片演员的对戏中，仍然显现出了演技的不够成熟与稚嫩之处，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王一博在《陈情令》后紧接着出演的《有匪》曾被寄予厚望，但并没有如预期般再次大爆。即使有与顶流小花赵丽颖的搭档，原著及作者 Priest 书粉的加持，在口碑与热度上亦并没有太大的水花。风起洛阳的好评也多集中在导演的精湛调度和服化道的用心精良上，对于王一博不够灵动、情感起伏平淡的表演仍有不少诟病。可以说，在流量加 IP 的大制作剧集模式中，王一博并没有能够复制《陈情令》的成功。而王一博的清醒就在于，后来他积极尝试了警匪题材的《冰与火》，在电影领域也不断探索一些多样化的题材和人物塑造，虽然未见得都能获得好评，但是某种程度上也在努力地走出舒适区，因此获得新的成长。而因为流量和资本的挟持，如果在获得了一些成功和好评的领域中裹足不前，对于青年演员来说，会过早为自己定型，并不断地在原地重复自己。相较于作为演员的王一博，反而是出现在一些综艺真人秀节目中的他，显得更为自在真实，拥有感染力和感召力。在他担任领队的真人秀节目《极限青春》当中，出现的就不是高冷酷拽的偶像王一博，而是充满了运动热忱、勇于尝试、富有胜负欲甚至孩子气的运动男孩形象。节目中的他，笑容很多，眼中有光。在真人秀《夏日冲浪店》中担任飞行嘉宾的王一博，第一次尝试冲浪，就顺利地站上滑板冲到了岸边，优越的运动细胞也引人夸赞。在他擅长、热爱的滑板、摩托、街舞等等运动领域，在这些真人秀节目中出现的他，仿佛更具活力和生气，也充分说明，将人放置在合适的位置，可能会更加绽放光彩。突破舒适区是转型进阶的一门必修课。已经成名的流量，寻求转型的并不在少数，然而所谓转型，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数量庞大的粉丝一方面会为流量明星带来巨大的热度、粘性和流量变现的可能性，流量的反噬也同样会成为他们巨大的桎梏与限制。比如真人秀演员的诞生当中，选秀出身的男偶像，就对于女演员的对手戏和亲密戏的尺度表现出了为难，因为有可能遭受到粉丝的反感和声讨。从演员的角度，这当然会对角色的选择和塑造都带来限制。
王一博的多部作品在感情戏的塑造上都浅尝辄止，戏中的 CP 感也一直很弱。长空之王中与周冬雨的感情几乎点到即止，甚至难以形成合理的情节链。热烈无名也同样是克制的展现了寥寥几笔。电影的篇幅限制较大，但是有匪风起洛阳这样的剧集当中，也是清水式的展现。对感情戏的刻画当然和编剧创作、导演处理有很大的关联，但是在他的作品中，这种对感情戏相对弱化的呈现方式，很难说与他的顶流身份不无关联。怎样挣脱流量带来的桎梏？比如选秀节目出身的演员罗正，因为外形和节目中的人气，很快获得了在不少甜宠剧中出演的机会，并且成为了霸总专业户。在很短的时间内上线的《终于轮到我恋爱了》、扑通扑通喜欢你、眼里余光都是你等3部剧，剧情居然都是与双胞胎姐妹之一的替身恋爱戏码。一方面，这反映出当下甜宠剧高度模式化的弊病；另一方面，演员在选择角色和剧本时，也确实陷入了同质化角色的怪圈，难以挣脱。敢于从舒适区中走出来，确实面临着风险，但也只有尝试才能获得成长。赵丽颖尝试了农村题材幸福到万家，有一定的形象颠覆。尤其是创业题材的剧集风吹半夏，因为人物塑造上的复杂性和立体性，演技颇受认可，在形象上也不一味追求白瘦幼的少女感审美，以具有成熟风韵的衣饰和妆容获得好评。近期受到不少批评的新剧《我的人间烟火》，由于男主角油腻的演技受到了不少的批判，顶流杨洋也遭到了很多诟病。在他还未成为顶流之前，曾在罗卓瑶导演的影片《暴走神探》中出演反派，但此后再未有这类尝试，塑造的都是天才、英雄式的男主角形象。观众对于去由帅而不自知的呼唤，实际也是对当下很多流量明星过于维护人设、过度追求正面形象，走入自我重复的怪圈的反感。反观朱一龙，近2年颠覆形象出演的人生大事，尤其暑期档以十足恶人面目出现的《消失的她》的大爆，都成为他不断寻求角色突围很重要，也算是十分成功的尝试。顶流明星必须要是一个优秀、演技出众的演技派吗？这两者本就是2个并不尽然相同的领域。但是，手握顶级资源的顶流明星在做出选择时，确实需要更有前瞻性，更大胆些。创新和突破虽然有可能失败，自我重复也并不能永远导向成功。因为不进则退，而前进必然是艰难和没有尽头的。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